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正正。长马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个在深夜里面可以遇到的善良之物，看上去很恐怖，但实则非常温柔。那么同样是马，在 ACP 基金会里面又会有怎么样的诠释呢？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ACP， 也同样是马，但它可没有长马那么友善了。一旦接触到它，可是会让你全身都溃烂，而且你会变得跟它一样骨骼化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一转化的过程相当的痛苦。但是关于它的外表，无论你怎么看，它都像一尊雕像一样矗立在那里，人畜无害。那么这个被称为毒木马的 ACP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它能有多毒呢？各位小伙伴们，看之前先长按点赞3秒钟，顺便戴上手套，因为这个东西千万不能直接用手碰。SCP-805 属于 Euclid 级别的收容物，它高101.6厘米，是由各种各样的树根跟树枝卷成的一匹马，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木马了。但是在它的体内是完全中空的，没有任何的内脏器官，不过仍然可以移动，因为它拥有一匹普通马驹的本能跟动作。SCP-805 更倾向于在有人的区域进行活动，它被吸引到人类面前，并积极主动的要求与人类肢体上进行接触。据报告说 ，SCP-805 在与人接触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友好，它不需要食物或者水，自从收容以来，它的体型都没有变过。没有任何的增长记录。基金会从他身上刮下来的木屑当作样本进行研究，发现构成其躯体的木根来自于一种未知种类的毒橡树。在接触这类植物后，会引起瘙痒和过敏性皮疹。果然，当人类与 SCP-805 接触后，皮肤先会表现出刺激性的症状，会有红色的小凸起，随后皮肤开始变红，还长出小肿块。目前已知治疗毒橡树感染的方法也无法减轻它产生的瘙痒与皮疹。在皮疹产生的3天之后，炎症会迅速扩散，直到覆盖满全身的皮肤。根据实验表明，测试对象的皮肤颜色会逐渐从浅褐色转为绿色，并报告说身体内外都会感觉到剧烈的疼痛。更可怕的是，测试对象的关节也会日益僵化，难以活动。随着实验的进行，测试对象的内压会不断升高，体内的鲜血会从身体表面的各个孔洞中挤压出来，包括从眼眶跟指甲缝中。测试对象的骨宽也会增加，肌肉也被变宽的骨骼吸收，这更加快了其变宽的速度。最终，实验对象的身体会像与 SCP-805 本身那样。然而，这一转变过程会花费大约3到8个小时，时间完全取决于受感染的皮肤面积。每次感染实验中，测试对象最终都会被骨骼化。X 光显示他们的体内完全中空了。然而，据推断，虽然测试对象在转变结束后无法行动，没有脉搏跟呼吸，但是其残骸仍是清醒的，甚至还有自我意识。因为残骸被注意到会发出嘎吱声和呻吟声，就好像它在不断的试图移动自己。转变成功后的测试对象，他们对普通的刺激已经没有反应了，并且大多数声音只会在 SCP-805 在附近的时候才会发出来。虽然这些残骸不会像 SCP-805 一样有能力感染人类，但是仍然建议在处理尸体的时候都要戴上厚橡胶手套，以防接触到尸体上的木屑发生意外。基金会研究完残骸后，都要进行焚烧处理，彻底销毁。据记录 ，SCP-805 是在乡下被发现的，因为当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异常事件，基金会便前来调查。在抓捕与收容的过程中 ，SCP-805 并没有进行任何抵抗，但仍然造成几位员工的死亡。目前 SCP-805 被收容在一个马厩之中，入夜以来，马厩的门要被锁上，并且要保证至少1名2级或以上权限的保安一直驻扎于马厩大门门口。在白天，拥有3级以上权限并且善于骑术的工作人员可以尽可能的与 SCP-805 进行互动，但前提是要穿上覆盖全身的衣裤或者防护服。SCP-805 被当成一匹普通的年轻公马来对待，并在白天被允许进入到与马厩相邻的一个院子里活动。在活动的时候 ，SCP-805 会被取样用来研究。员工们应被警告，如果没把 SCP-805 当成一匹普通的马对待，它会做出过激的反应。曾经还因此发生过事故，但记录已经被删除了。如果有员工做出任何虐待 SCP-805 的行为，都会立即被送离所在区域，并取消接触 SCP-805 的权限。正正觉得这个 SCP-805 可是真木马病毒了，当然了，不是那个电脑病毒，它可是毒木马本尊。其实单从表面来看的话，我还觉得这可能就是马的雕塑，是件艺术品的。不过还是可怜那群地级的工具人了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掏空，变成格鲁特。说实在，这个 ACP 项目真的很残忍，把人转变完之后还留有自我意识，但什么都不能做，自杀也不能，可以说是剧毒木马了吧？地级人员该有多绝望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跟分享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